一辆豪车中，一群靓男俊女正欢声笑语地前往舞会，却未意识到前方的桥上出现了一个女人，手持一块重达80斤的石块。当车行驶至桥下时，她将石块扔了下去，黄衣女子被砸中，生死未卜。此时，桥上的女人缓缓地转身，露出一副邪恶的笑容。来了来了！2023年之前又一部令人心惊胆战的悬疑惊悚佳作来袭，只有携带身份证的人才可以观看此片。影片一开始便是高能，这个男人看似英俊潇洒，却长了一副女人的身体。怎料老公不但不嫌弃，反而将她宠上了天。虽然有一个爱她的老公，却在网上结识了新欢。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突然停电了。她生气地走出店铺查看情况，却发现只有她的店里没有电。来到电箱这里，发现手腕粗的电缆被剪断。就在她怀疑之时，胡同一头出现个神秘人，手舞双刃，慢慢地向她走来。宝社见势不妙，撒腿就跑，一路跑一路追，吓得她失魂落魄。神秘人继续挥舞着双刃，不慌不忙地紧随其后。可没成想，宝社跑进了死胡同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神秘人不管3722，上前对他一顿输出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一个壮汉出现，阻挡了神秘人。宝社趁机溜进了屋内。第二天，莎拉到医院看望，因为二人都是儿时的玩伴。看着眼前这对亲密的夫妻，莎拉感到阵阵作呕，便转身离开。回到还未开业的花店里，莎拉发现有人给她邮寄了一封信，但是当她打开信封时，却惊恐地发现一根手指。警方和她的男友戴律赶到现场，他们猜测凶手应该是最近频繁出现的刽子手所为。接着，莎拉发现信封上写有一串数字，但是却不知道这些数字的含义。难道凶手想要给她发出什么暗示？为了解开这个谜团，莎拉再次来到监狱，找到曾经杀害她父母的罪犯提莫。因为凶手最了解凶手，提莫猜测这串数字应该是一个坐标。莎拉上网一查，发现坐标离小镇不远。令他感到不安的是，害死他父母的仇人竟然对他关心起来。随后，莎拉按着坐标来到了一片小树林中，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山洞，将简陋的栅栏打开，颤颤巍巍地向里面走去，用手机照亮前方。突然发现了一具尸骨。没多久，警方们赶到现场。可疑的是，刽子手为什么让莎拉发现这具尸体呢？这个神秘人到底是谁？莎拉向警长说出从监狱里提莫那里得到的信息。他认为刽子手杀人就是因为人们犯下了罪，这些死者应该是触碰到了七宗罪。之前邻居胖婶是其中的愤怒，而七宗罪里对愤怒的惩罚就是活活肢解。但是警长不相信这一说法，因为提莫之前本身就是一个连环杀手。好友卡姆劝告莎拉要相信警方。莎拉与男友戴律回到报社，与女社长开始分析案情。首先，莎拉的母亲几乎每晚都跟几个男人在一起拍毛片，而隔壁胖婶的老公在家里得不到的都从拍毛片中得到了。但是这个镇子太小了，秘密总会传出去的。胖婶发现了自己老公谎称加班的那些晚上都在拍视频，她无法接受这一事实，开始发疯，拿起沙喷子将老公爆头。可是没有证据啊！那想要查清这一切的一切，就得从胖婶那里查起。贾斯汀这边来看望爱人宝社，这里有当警官的卡姆看守，他放心的离开了。可刚离开不久，医院突然断电了，宝社有了不好的预感，担心刽子手可能来这里杀他。卡姆表示去查看停电的原因，安慰好他便离开。宝社肝颤颤的祈求老天能够保佑他。这时突然出现一个人影，不断的向他这里走来，吓得他大声喊，爬下了床，拉开帘子一看，卡姆按住了一个男人，同时电力也恢复了正常。原来这男人只是来送花的，让宝社虚惊了一场。但花篮上面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深表哀悼。卡姆心里一惊，原来刽子手目标并不是宝社，而是贾斯汀，并立即通知给警长。这边的贾斯汀正在举办聚会，当警长还没来得告诉他这一事情时，贾斯汀开始上气不接下气，马上就要断气，说时迟哪时快，突然口吐白沫，瞬间摔倒在地，七窍流血。几秒钟后，身子咔嚓一声向上一挺，领了盒饭，死状惨不忍睹。在场的人被这突来一幕惊呆了，先是肢解了胖婶，在宝社身上划了一刀又一刀，可却没要他的命，而贾斯汀却因中毒身亡。莎拉带着疑问再一次的来到提莫这里寻找答案。提莫分析出凶手用了一个魔术师的手法，让你盯着这边，而他在另一边开始杀戮。可是七宗罪的惩罚里没有毒死这一项啊，那要看是什么药。检测报告上显示是老鼠药，这就对了。圣经里对于贪吃的惩罚是强迫人进食老鼠、蛤蟆和蛇等，凶手将老鼠药代替了老鼠，可给贾斯汀定罪为贪吃很没道理啊，他又不是贪吃的大胖子。原来贪吃不是指食物，而是消费享乐、铺张浪费。莎拉这才明白，贾斯汀是地产大亨，每天都花很多钱，他肯定犯下了一些罪行，才致使刽子手对他私自动用刑罚。也许这对于这个小镇的杀戮才刚刚开始，因为这里每个人都有着要带进坟墓里的秘密，不惜杀人来掩盖自己的秘密。可这些似乎又与莎拉有关。不过警长这边抓到了一个名叫比很美的女人，声称在其家里发现了大量的老鼠药，同时跟贾斯汀又有生意上的来往。但是莎拉认为，如果抓错人了，那刽子手就依然逍遥法外。宝社告诉莎拉，贾斯汀曾经买了一块地盖房子，但当时有一家人住在这块地，是一间违章的房子。
房子。贾斯汀买下这块地后就推平了这里的一切，这家人最后无奈搬到了一栋破旧的房子里，这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电，所以这家人就用煤气来取暖，结果一家人全部煤气中毒窒息而死。可是贾斯汀只是买下了这块地而已，刽子手不能是因为这件事才毒死他的吧？这时莎拉回想起提莫说过的话，也许就是因为这件事致使贾斯汀惹来了杀身之祸。还没等莎拉查出个所以然来，这边又有事情将要发生。莎拉的外婆听到了小镇上的传言，刽子手开始惩罚那些犯过错的人，便找到莎拉，对其诉说了年轻的时候她喜欢的男友与同班的女同学焦妮好上了。于是趁着焦妮开车路过桥头时，她将石头扔了下去，可没成想砸偏了，正好砸中另一个女同学。焦妮侥幸躲过一劫，但被砸中的女同学由于头骨碎裂导致终身瘫痪，她怕遭到惩罚，所以找到莎拉解决。莎拉开车想要将外婆送出镇外，却不料半路遭到一辆皮卡的撞击，导致车无法再继续行驶。莎拉觉得逃跑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所以要带外婆回到镇里寻求警官帮助，但外婆不想说出她曾经做过的事情，气得莎拉独自离开。可是没走出多远，就听到几声枪响，她料到外婆可能出事了，于是急忙冲外婆的方向跑来。这边刽子手果然出现，将外婆绑走。等她醒来后，发现脚脖子被锁链子拴住。正当惊慌之中，戴着面具的刽子手走了进来，狰狞地看着她。好了，我们下集见，我是红苹果 ，See you。